好，我们在讲在科技哈，美中之间现在最新的一个科技对垒是什么？是华为对上了苹果。好，为什么？因为这两家公司都刚刚好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发布了新手机。在9月25呢，很多人期待是华为的秋季发布会，它里头说应该有7款的新产品。好，重点呢是 Mate 60，现在不但会有 Mate 60 Pro， 还会有一个 Mate 60 RS 版。好 ，RS 版呢，他们的讲法是什么？是有可能是有更多的黑科技在里面的。那里面呢，除了这个新产品之外，很多人都关注的是，其实华为他们也公布了很多智慧穿戴，以及呢可能可以跟一些家居相关的系统来做结合。哇，那你完全就是在一个华为的生活圈里头了。余承东就直接讲啦，好戏一台接一台。好，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亮点？大家期待的，其实呢，现在不止在大陆这边，很多人在讨论这件事情。你知道，在海外包括在美国也有很多人在讨论，像是中国日报，他们就直接在纽约做街访，发现还蛮多美国人是有兴趣的，来听听看。I said it has improved in regards to quality in camera. That is something I would look into more and be interested in to see if it would hold up to an Apple phone. So yeah, I would check it out. I didn't form a very good impression by just watching the video. I didn't actually try it hands-on, but it looks good. Good to have, rather than being dominated by one brand, it's good for the marketplace to have multiple options. It's not just all Apple, it's not just all Samsung, so it's probably good to have, competitors in that field. Sure, yeah, I would happily buy another Huawei phone once I tested it out. If it was available here, yeah, I would give it another go. 好，看得出来，消费者的理想都是什么？都是有越多的好产品来让我能够一次来比评，然后一次来评价，我觉得是最棒的。消费者的观点很直接，其实过往也曾经有过这样的选择。201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看到了第一季呢，华为在市场上的销售，哇，竟然超过了苹果。你看看，这个是2019年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结果后来呢，后来就被川普给弄了一下当然就没有办法再有这样的一个荣景了。余承东当时就讲了，如果没有当时美国政府的阻挠，哇，现在华为手机早就是全球第一。华为现在呢发了这么一个 Mate 60 Pro， 好。那到底目前在网络上面有这么多的讨论，不是全部都正面的，也有一些呢是说华为不好，甚至说华为很烂。你看看好几个账号，可是问题是发的文章好像都差不多，大同小异。开始呢就大家在讲说，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在带风向呢？甚至呢现在也传出了说有很多特定的国家，比如说俄罗斯啦、委内瑞拉、沙烏地阿拉伯等等，都要来买华为全新的5G 手机。好，目前华为官方大动作的辟谣，说这一些呢都不是真的。那但是呢，大家也要讲了，为什么在现在对于华为有这么多感觉上是比较有一些政治意味的介入呢？其实呢，华为这家公司从头到尾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关注，就是因为美国对它采取了特别的关照，包括了现在在这个发布会上面，大家也直接问到了，说哇，那什么时候美国这边呢可以有5G 华为手机？你来看看徐直军怎么讲的，有点酸。现在美国商务部只许可了这个4G 手机芯片，所以说我们只能造4G 手机。如果要期待买到华为的5G 手机，要等待美国商务部的批准，它能够许可5G 芯片给我们，我们就能生产5G 手机，而且还能做成折叠屏。好，你刚刚这个影片刚刚是什么？孟晚舟在旁边马上就笑出来，要憋住这样子。最主要就是科技之间的对垒。现在美国对华为确实是有蛮多技术上面的限制，而当年呢，在2019的时候呢，后来也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那个时候，2019年，好，孟晚舟，你看看，她当时还在加拿大，而且呢，脚上还带着这个电子脚镣。好，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她被相关的单位持续的在做调查等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而那个时候呢，他的爸爸任正非是怎么说的？他的讲法是，孟晚舟其实就像是这一台伊尔2一样，被地面的炮火、空中炮火打得破破烂烂的，但它持续的在飞。而他认为，只要受点磨难之后，持续的下去，返航了，就会是英雄。他直接讲了这一张照片
就是他最喜欢的一张照片。而时至今天呢，你也看到华为很喜欢用这张照片，因为他们说，除了胜利，早就已经无路可走，自古英雄多磨难。用这样的方法来激励大家，是不是能够战胜美国呢？电子这个任正非其实他也曾经寄了一封信给他自己的员工，讲说钢铁是怎么炼成的。他强调，就是必须要这样子的苦练实练，然后把这一些的洞，也就是这一些从外来的打击，通通给弥平之后，就有办法突破封锁。现在还真的就看到他们自己用90%这国土本产自制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造出一支新的5G 手机。回过头请教接大使，怎么样来看9月25即将就要到了，这个发布会上很多人关心的是，可能还有更多黑科技。对，9月25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是孟晚舟返国3周年嘛。他在这个加拿大被这个非法这个等于说限制出境啊，也差不多3年。所以这个我觉得对华为来讲，应该是一个刻骨铭心的一个经历啦。那我想对中国大陆这个整个的消费者啊，而且这些所谓的这个华为的这些华为迷再来讲的话，也是永难忘怀的一段经历啊。那不过华为很厉害，就是说在这个所有的科技被断了以后啊，那而且它过去没有生产这么高端晶片情况之下，用1566天啊。就自行生产那么独立自行生产，在技术上突破了一支这个所谓7090S 这样子一款高端晶片。那这个是让美国非常恐慌的，像美国这个众议院的这个中国调查委员会的这位主席就是说要美国政府继续要堵住所有华为今天能够生产高端晶片的路。而且要制裁2家公司，继续制裁华为跟生产9090S 的这个中芯这个半导体。所以美国事实上的话，对美国来讲会有如此强烈的这种反应可见它非常的吃惊。那本来张忠谋曾经讲过说，华为可能要花5年，他说整个中国大陆可能要花5年才能赶上当时的这个科技水准。那他讲这话已经大概3年前了，因为华为大概3年前被制裁的那就是说，可是华为事实上只花了多久？就回到3年前，当时以这个台积电的水准来讲的话，花了大概3年多一点时间。所以这个时间上赶是赶得上，科技没有赶不上的问题就是时间花得比较快。那现在华为也没有说非常非常的自满他自己的这个公司高层也说还差一段时间，甚至说华为现在跟美国的世界最尖端的晶片来讲华为还是小学程度。其实用这个数据来讲的话，就还差2.5代，2.5代，因为现在是7奈米嘛，这一次这个苹果的手机是4奈米，所以754就差了2代，对不对？可是台积电正在将3奈米量产，可是还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半代、2.5代，这是很精准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华为什么时候能够赶到3奈米这个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不过整个来讲的话，就华为已经证明了它有这个能力突破美国的科技封锁。这个我觉得下一阶段就是美国会提升对华为跟中芯的打压。这个我们会看这场科技战还会继续延续下去。确实现在在美国国会这边已经有很多的国会议员发声了，说这可能跟他继续这样下去吗？不行，用各种方式必须要好好的来对待他。好，可是问题是，请教厉将军，原因是因为我们又看到这一架飞机，这个是122。那当年呢，第一次看到这架飞机被华为任正非提出来的时候，就是当时孟晚舟被扣在加拿大的时候，他就强调一件事情，他说呢，现在受点磨难，就像这上面千疮百孔这样，但返航了就是英雄一再的用这样的精神来勉励他们自己华为人。我想这次这下面讲的《孙子兵法》，其实我个人对《孙子兵法》很有研究。这果然是中华民族的智慧他现在只有讲说用而示之不用，其实后面那句话才是重点，卑而骄之，对不对？这个你看看苹果现在跟华为2个
是不是华为对苹果就是卑而骄之？你认为你已经是高阶手机的龙头老大了，那我就放低身段，我韬光养晦，我自己去发展我自己的这种科技技能，然后让你自己觉得自己很骄傲，你就不长进了嘛。我们这从 iPhone 15出来就没有感觉到什么新鲜的亮点，大概就是从 i12 到 i14，大概都是那些功能，可能只是再加一个这个钛合金的框。除此之外，没有说很新鲜功能。可是华为来讲，它多了一个卫星功能，那就遥遥领先很多。所以这叫做卑而骄之，我就让你觉得自己是老大，但是让你骄傲。那后面那两句更可怕，后面这孙子兵法后面那两句叫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你看这次华为推出来的时机，是不是就是雷蒙多访台，攻其不备，出其不意，让你在你意想不到的时间我推出来这种东西，然后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这个东西是中国人的智慧。那关于孟晚舟，我想也是哈，就是我们孟子里面讲的，就是这个要成就一个人，一定要劳其筋骨，这苦其心志，所以才能够成就他的大事业。但是我今天特别要讲，美国为什么那么紧张呢？除了说商业上面的利益之外，其实军事上面影响很大。如果按照美国前国防部长艾斯培讲的，他们自己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一个可以做城镇战的武器。其实我觉得华为现在出产的这些东西，是将来城镇战一个很重要一个功能，包括它的这个智慧型的眼镜、手表、平板电脑。如果再搭配无人机这种这个5G 的传输速度，在一个城镇里面，你就搭配这种无人机无人狗对无人的这个战车或干什么的话，其实是城镇战很好一个攻坚的武器。这是以我一个军人角度来看，我觉得美军来讲可能更担心华为发展出来这种城镇战的作战的利器。确实哈，因为现在又可以打卫星电话了，哇，他能够做的事情又更多了。来请教一下，我们从外交角度怎么样来看看？请问火锅老师。这个我刚刚很同意介大使讲的，美国应该会继续加强对于中国大陆这些5G 或者是 ICT 比较跟国防工业相关的这些的这个产业的制裁啊。当然，美国讲制裁，中国大陆就会讲是打压了。现在看到确实有一些，听说有些外部的厂商，我说就是中国大陆外部的这个厂商，他会先把他的设备提前报销，说这个设备已经老后不堪用，报销。报销之后不在管制之列，它就可以转卖到中国大陆。就像我拿一个1年的这个中古车，哪叫中古车？1年才用了多少啊？所以像这些所谓的漏洞吧，美国听说现在在扩大的审视，怎么样去把这些美国认为的漏洞补起来。那至于这个中国大陆华为的晶片啊，我觉得我们确实还要再看一下。因为华为晶片现在大部分的说法都是它确实是过去的库存，2-3年前的库存到现在留下来的。也就是说，这一波的宣传战，我觉得华为打的是不错，中国大陆的这些外宣做的也让大家感受到了。可是呢，后面的晶片够不够？能不能够让这个所谓的7奈米的晶片让它大量的生产化？还有包括像后面的5奈米啊等等的，那这些会牵扯到后面所谓的6G 的这些发展。6G 大家想说，是不是马上来了？其实也还没有啦。大概根据目前的一些商业界的规划，大概是在2028年正式商品化上市。可是不排除它可能会提前，大概提前不了太久啦。那所以现在6G 大家已经都在想，这已经有些概念性的研究了，说我们6G 应该要做什么。跟国防比较相关或国家安全比较相关的，可能包括譬如说是这个全球的无缝接轨。6G 它可能覆盖的这个幅度更大，而且不像5G 有时候会受到这个建筑物的这个屏蔽，会有一些难度哦。那还有一些包括像通讯或是感测的整合，那这些就跟无人的驾驶其实都很相关的。所以我只能说，华为现在第一个小的战役它可能获胜了。但后面还有更大的战争等着他，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好，美中之间的对垒除了科技之外，当然外交上面到底他们会如何的发展？因为现在都说了，国力高官之间的对话，但看起来总是哪里卡卡的。他们真的能够持续的对话吗？习拜会有望吗？这2个人见面，苏立文跟王毅谈了些什么？等回来告诉你。
好，我们刚刚呢提到了，就苏立文跟王毅见面了，这一回是见完面之后消息才曝光的。两个人在哪儿见面呢？两个人就在这里马耳他。好，马耳他这边呢，身为第3地，刚刚好在华盛顿还有北京的中间。那这两个人呢，这一回谈了多久的时间？从9月16到9月17，总共谈了12个小时，这真的是一场马拉松的对话。到底谈了些什么？这个时候是央视的公众号叫做玉渊谈天，里头呢，他们讲到说这一次没有提前宣布，代表双方其实希望能够排除一些干扰，不要有太多的这个舆论或者是其他的因素的介入，是希望能够谈出点东西来的。好，目前呢，除了说要落实巴厘岛这个协议共识之外呢，王毅有特别强调说，中国的发展进程是其他的地方阻止不了的，而对华的科技打压呢，这些无理的单边制裁应该要立即停止。好，中方这边的说法就是针对了中美、亚太事务、海洋事务、外交政策3方面达成了重要共识，目前沟通管道都在稳步恢复之中。至于华府官员呢，也有特别提到说，他们有谈到了两边领导人，也就是拜登还有习近平会面的可能。那这是不是代表11月 APEC 所谓的拜习会或习拜会有望了呢？这大概是最想知道的一件事情。原因是因为王毅那个时候不去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大家都在问，哇，见不到布林肯呢，是不是完全就没机会了？这一次呢，是韩正去到联合国大会，美国国务院就说啦，他其实有见了布林肯，双方也进行了坦诚还有建设性的沟通。那韩正特别强调，要交往就要拿出诚意来，只是美国这边最在意的当然还是防长的对话了。彭博社的报道就讲啦，李尚福到目前为止，怎么最近都没有看到人？会不会变成了美中之间重启高阶军事对话的契机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美国官员的讲法，说呢有种种的迹象都发现，北京有可能会准备恢复两国的军事通信，但是中方这边完全没有发布相关的评论，所以大家就要问啦，现在是都用喊的吗？没有什么实质的这个内容就可以出来做一些消息或者是测风向吗？原因是因为现在美中之间的关系虽然有这些高官互访或者是对话，但是彼此的互信大家都认为是相对比较薄弱的时刻。而现在呢，王毅他除了说去这个马耳他去见苏利文之外，其实呢他也来到了俄罗斯。目前大家都讲了，他到俄罗斯呢见了这个拉夫罗夫，很多人说是为了下个月普京其实他要去访问中国，同时呢参加一带一路峰会，为此来做准备。而这个时间点呢比较敏感，就是因为金正恩刚走嘛。那王毅呢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想要问问他，有没有中俄朝之间的3方的关系会是怎么样呢？这是不是都是在中国知情或者是默许的情况之下发生的呢？毕竟目前俄朝之间的军事合作看得出来是非常多的，有别于以往或者是过往的历史经验。那中方呢？中方现在比较多的是商业层面，原因是因为呢，现在已经把俄罗斯的一些边境城市变成了他们的物流的枢纽，所以呢，现在的货物量或是这些贸易量一定会增加。还说了，这个利润呢，有可能是投入的6倍，正在紧密的合作当中。俄罗斯跟朝鲜这边做比较多的军事交流，跟中国这边呢，透过了这些不动港，希望能够把自己整个的货物不要受到制裁的影响，把它经济给带动起来，为的是什么？军事行动。目前俄乌战持续在打，俄罗斯的司令就直接讲了，美国潜艇呢已经被他们跟踪超过9个小时，完全没有警觉，甚至还说了他们的巡弋飞弹已经锁定了俄美之间的海上模拟目标，然后呢，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告诉大家，俄罗斯这边是有实力的，这个仗继续打下去，顶多可能就1个月又要下雪了，又要停战了。到底俄乌战在和谈之前，或是谈和坐下来说话之前，谁能够拿到比较多的筹码？现在可能是关键。回过头请教介大使，您怎么样来看苏利文还有这个王毅之间的对话？大家来问的是，拜习会有谱了吗？对，我讲拜习会一直都有高度可能啊。对，因为这个符合双方对彼此关系的一个期盼，跟过去的一个基本立场嘛。那就是多做，把这个沟通管道不要把它断掉，尤其高层的。那上一次是在这个巴厘岛，双方是见面了
那把这个当时在气球事件以后的双方的关系做了很大的一个修补，而且为未来的双方的互动画了一个路径图那到现在他们都还是言必称巴黎这个习拜会的时候双方领袖立下来的一些怎么样原则都照那个原则在走。那当然就是说，现在习拜会与其说是有谱不如说我觉得正好趁这个机会这次王毅一定会把中国大陆这个习近平会不会去旧金山的前提条件会挑明的讲。那前提条件应该是前一阵子在华府甚嚣尘上的，就是说美国今年的这个APEC 峰会会怎么样？会背个香港的特首李家超，是会不让他参加。那我想，如果美国最后决定这样做的话，那等于就是说把习近平去这个旧金山的门自己给他关上。所以这个如果美国自己不关门的话，我看不出来有什么理由习近平会不去旧金山了。对，那当然习近平这个一直在忙这个所谓的这种高层的外交这种高峰外交一直没有停，因为10月习近平在北京还要会这个拜登嘛。那对不起普丁那也是一个会怎么讲呢？会影响全球地缘政治走向的一次会晤那接着见这个拜登那也是会影响地缘政治走向。那正好可以凸显中国大陆目前在国际政治上这个一个非常具关键影响力的一个位置。所以如果没有李家超的问题，我觉得习近平应该跟这个拜登见面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那不过这次就是说王毅跟这个苏利文见面我仔细看了中国大陆外交部的那个事后的新闻稿，跟美国白宫事后的新闻稿我对里面白宫的新闻稿里面有一点我有一点点比较关切，也就是说大陆的新闻稿就是说王毅开宗明义就讲这个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是那可是美国方面在他的这个白宫新闻稿里面他这个用语非常奇怪，他说美国 noted 以我们这个外交这个语文来讲，中文翻译注记就 I take note of 我注记了两岸台海两岸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这个 noted 这个字在我们在外交的场境在这个情境下使用上是没有表示任何意见的，对，没有说我支持还是反对的，或者说我这个接受或不接受，只是说我注意到了。所以我觉得美国用这个字让我觉得蛮舒堪玩味的。那么我觉得可能反映就是说在台湾问题的台海的这个问题上这次谈判并没有产生一个双方达成的一个共识，而且看起来可能距离越拉越远，这是我们在台湾必须要注意到的。是，那请教奎波老师怎么看？这两位的见面因为我们看他的位置王毅虽然说现在要回到这个外交的很多的工作，因为秦刚不见了嘛，但是王毅其实身兼了国安战略跟外交两者，现在我真的不知道他的时间跟精力到底怎么负担了，我们的想象都很可怕的事情。对，那所以他见了苏利文，理论上他应该是跟国家战略、安全战略比较相关的一些讨论。那么关于台湾呢，讨论我相信绝对是重中之重因为1月在台湾的大选呢，会影响到美国跟中国大陆未来双方互动的关系，也就是如果台湾往台独方向走的话，美中之间要怎么应对，这是非常的困难的。所以我个人一直都在思考，就是说美国它这些高层的会面，除了国防部长还没有见面之外，其他高层见面几乎都恢复了。各位可以用想象的嘛，高层见面如果都恢复了，请问这些中阶的工作阶层官员，他们是不是早就已经在见面了？对，一定是嘛，不可能说先让上面见，下面才慢慢开始恢复，一定是从下面到上面的。所以我们说他这个栅栏式或护栏式的这个国安对话的这些管道层级逐渐恢复，除了国防之外，这是应该可以肯定的。那另外呢，我觉得两边为了所谓的台湾问题未来会怎么办，花很多时间讨论。
讨论呢，当然不可能说双方真正共同出手去压制台独，但是呢，可能双方会有一个默契，我们怎么样让台湾不走向台独？所以不是压制哦，而是说怎么样让台湾不走向台独。如果北京跟华盛顿达成这样子的一个默契的话，我们或许可以说，这个就叫做双方技术性的共管台海问题，或技术性的共管台独的问题。也就是我不会公开讲，我华盛顿同意跟北京一起来处理台湾问题，我不会公开讲。但私底下呢，双方早就已经把招都套好了，所以我们才看到赖清德最近去美国的这些受到的这个接待的成绩，确实有点出人意外的不高。那为什么呢？我觉得美国应该是让赖清德知道，你如果真正不好好表现你说到做到的话，那么我对你的态度不会有什么改善。那至于在这个王毅他不去纽约的联合国，我觉得这也是蛮好玩的。或许他还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不过由韩正出来的话呢，我觉得各位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共产党它的灵活性跟务实性。因为韩正他是正国级的官员，而且他是这个国家的副主席啊，他等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外排名第一人，非常的位高权重。但是呢，他可以见到美国的一个外交部长，也就是国务卿。那你可以看看中国大陆对其他的这个国家官员的时候，通常能够平阶的见就不错，有时候他还会第一阶去见人家的高一阶的官员。那他对美国这样子，那各位就可以知道，中共对美国关系的重视一直是存在的。好，那请教一下厉将军。这个朝鲜跟俄罗斯最近很热烈的见面，双方也谈了很多问题，也达到实际上的收获，尤其金正恩可以说满载而归。但这两个国家有一个特色，都是被美国制裁的国家，不管是俄罗斯或者朝鲜来讲，目前来讲都是在被美国甚至于说美国带头的这种联盟国家所共同制裁国家，所以他们讲难听一点，就是已经没有什么可畏惧了，所以他们就公开名正言顺，你要粮食我给你粮食，你要炮弹我给你炮弹，你要科技我给你科技，双方就名正言顺的公开达成这些协议。但是我们要知道，就在这个角色里面，其实中国好像都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声音。其实在中国在这种状况之下，它其实中俄朝我们都认为他们这三个应该是连接在一起，一定是共同发生的。但是这凸显出来什么？凸显出来中国来讲，它把它这个位阶提高了。在这种中俄朝中间把它位阶提高，我在这个时候我不要出手，对，我不要加入你们两国之间，但是你们两个国家之间在做什么事情，中国一定都知道嘛，而且一定是在默许甚至于在它撮合之下达成的这种协议。那中国为什么要保持这种态度而不介入呢？因为他必须要跟美国再继续谈判，他必须要跟欧洲国家再继续合作，甚至于说是在商业方面、经济上面，他不能这时候跟美国真的是完全的脱钩，所以他不要介入你们俄国跟朝鲜这个彼此互相交换谈议。那目前来讲说军事方面会不会谈判？我觉得一定要谈判，不能不谈判。如果说这两国之间到目前为止都不谈判的话，那种危险性有多大呢？就像两个盲剑客，你知道，蒙着眼睛，然后拿了武士刀在那边互挥，那哪一天这不小心就挥到一个人，如果说不谈判，眼睛不把那个眼罩拿下来的话，你不晓得对方，可能大家讲好我们套招。但是如果说你把眼睛蒙上的话，那有可能套招不小心砍到，那就是擦枪走火了。现在来讲的话，其实军事上都是如此啊，包括中国跟印度来讲的话，他们来讲可能说没有部长级的会谈，但是他们有军长级的会谈，他也从来没有停过，对不对？那以前我们也知道说军区局，就战区局跟这个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他们彼此也有这种会谈，对，但是虽然说没有拉高到部长级，可是战区级的他会会谈，所以说我个人认为说这次。这个中共来讲，解放军国防部长换人李尚福，这个因为调查案件或干嘛，如果说换人的话，刚好给美国一个理由，可以重新就是解除这个对国防部长的一个管制，然后让他们美中双方可以见面。目前来讲的话，在经济金融，耶伦也见过面了，布林肯也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新北市长侯友宜呢，目前在美国这边讲了这句话：三民主义是民有、民治、民享，是国父孙中山重要的思想和信念。讲完之后，马上民进党竟然有人跳出来打脸他，谁？
王定宇委员。王定宇呢，他说哇，连孙文的基本主张都搞错，到底是写稿的错还是念稿的错？哎，大家就开始在问啊，那真的是错的吗？原因是因为国民党讲啊，说哪里有错，这个就是原话啊，绿营是不读书是吗？你看看中华民国宪法不就是讲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吗？他们就在讲说，这个8年前朱立伦去美国的时候也提出过一次啊，那个时候呢，你们就已经讲了一次，结果现在已经告诉你答案了，7年还是不长进，到底发生什么事？侯友宜这一次呢，到了美国之后，其实当然他也希望能够见到一些智库的人员啊，甚至呢 AIT 的人也有来接待他，那大家当然就会把他跟先前赖清德到美国过境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来做比较。好，这一次呢，他来到的是 Brookings 哈，也是这个台美之间很多相关研究学者的一个重地重镇，他在这边发表演说，朴瑞哲等人呢就来这边来迎接他。那同时呢，朴瑞哲是怎么说的？他认为侯友宜啊这次讲话是有很多引人入胜的内容，很充实。好，就连这个 Bonnie Glaser 哈，葛莱仪他也直接讲了，说是出色对话。他强调的是，不是只有演讲而已，是在现场。其实呢，有一些学者有问他问题，他是有回答问题，有很多的互动，所以对他呢就觉得说准备得很充分，有种另眼看待的感觉。同时呢 ，AIT 的这个罗森伯格也有出席他的晚宴，而且是从头做到尾哦，还跟着他一起离场。大家就开始来讲了，哎，所以这次传回来的消息好像成绩还不错。好，郭正亮的解析，他认为，因为呢侯友宜这次去基调清楚，就是他是一个风险的降低者，而且因为他的身份的关系，赖清德现任的这个副总统，难免会有一些政治上面的因素，有一些地方去不了。好，这个侯友宜就没这个问题了，所以呢，他就可以比较近的去到华盛顿。总而言之啊，他就是认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曝光的内容，通通都是超越赖清德的。他觉得这个应该是有加分，而这个氛围是会被看到的。台湾议题呢，其实在每一次的选举当中，就会看到美国啊相关的一些学者，我们的新闻界都会讲说，去美国考试，用这样的方式来说，为什么？因为两岸关系、台美关系，其实就是大选当中大家会拿出来关切你的路线问题。好，这一回美中现在说台湾议题就是他们谈最久的议题了。王毅跟苏立文他们这一次呢，基本上是会面了，选在第3地会面。台湾议题谈最久，甚至白宫讲说呢，他们希望未来几个月会就台海的和平来进行磋商。可是彼此真的有办法谈吗？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密利，他甚至最近是在听证会上面讲说，中国犯台会犯严重的战略错误。好，原因是因为呢，他说目前大陆的军事能力可能是还不足以做到犯台这一点，这个是密利他对他们的一个评比啊。可问题，他先前是怎么讲的？他先前是说，其实美国应该要竭力避免与中国开战。那如果你觉得他目前的战力可能还做不到这一点，但是呢，又开始竭力避免与他开战，到底美军是打得赢打不赢？大家会开始有一个问号。毕竟你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你应该最了解目前美军的实力。好，大家就开始来问，美军之后两岸会不会介入？这个人很有可能会当选，因为目前民调都还在前面，他是川普。川普呢，现在他被问到说，你如果当总统，你会不会出兵保台的时候，他直接告诉你了，笨蛋才会摊牌。好，原因是因为他觉得我不要把我的底线给中国知道啊，但他同时被逼到最后也是讲不排除还是有这个选项。而这一个人他同时呢也想出来，来好好的竞争角逐一下前副总统彭斯，他只是直接讲了，他觉得应该要赶紧的加强对台军售。但是大家就在问，这一个一个签下来，讲过头来还是对台军售，那是不是还是重点在美国军火商发大财呢？讲到了美国的军事军火，其实呢，台湾这边也很想买 F-35，但现在 F-35在国际间出了一个有蛮糗的一件事情，就是呢，他们现在美军啊，他们去这个外面在巡演的时候在演习的时候，结果呢发现了 F-35B 失事了，这个飞行员当时有弹射成功，但问题是这台飞机却找不到了。好，你会问怎么会有这样的事？还真的，他们竟然就在 X， 也就是 Twitter 上面，好留电话，要求大家
帮忙协寻，说你有任何的资讯麻烦你跟我们的这个基地来联络。也因为这一则的这个 Twitter， 结果呢，现在你看看下面大家开始有好多梗图，比如说啦，我最常找不到东西，除了遥控器，除了钱包，除了眼镜啊，还有 F-35，又或者呢，就直接把它变成了在这个牛奶盒上面，就说了这个是失踪协寻是谁？希望你有看到我的话，能够告诉我们的这个美军基地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种事有可能发生吗？美军的实力现在又到底是怎么样呢？回过头请教介大使怎么样来看？侯友宜现在讲三民主义，民有、民治、民享，但王定宇说你讲错了。王定宇不念书嘛？我们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念三民主义都知道啊，国父自己讲的啊，我的三民主义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啊。这个根本对我们来讲常识啊。所以王定宇真的是丢人现眼啊，把民进党这一群不学有术的人的真面目都扑出来嘛。这个我们这年纪，现在你去三民主义看国父演讲的原文嘛，也是这样讲的国父自己讲的怎么会说讲错呢？所以我当时还不太相信，我说王定宇没有知识也有个下限吧，结果真的这种没有知识到这种程度，这种人还可以混迹于我们的国会可见我们国会的素质有多低。那奉劝这一些做国会议员的不要不学有术最好是要有学无术最好。那现在问题就是这种不学有术的这些滥竽充数的滥竽太多了，所以真的我觉得就是丢人现眼了。那这次侯友宜到美国访问完全超出我的原来的预期。那种热情跟肯定跟礼遇都超出我的预期。因为我原来讲说，因为美国不太愿意在总统选举的时候对不同党的候选人做出厚此薄彼的差别待遇。他要再怎么讲符合美国利益，就是说要表面上人家感觉很公平的公平对待。可是这次真的跟这个整个受到的这个礼遇完全比这个我们现任还是副总统的这个赖清德那高出太多了。第一个地方官员赖清德的时候，本来见地方官员小事，赖清德过境的时候一个都没见到。这次你看这个纽约市长，还有我看 Maryland 的马里兰州的这个所谓的他那个州务卿都公开的跟这个侯友宜见面那 Maryland 的那个州务卿还参加当地的侨宴还有一些联邦众议员也出现了这个我觉得因为美国其实你会觉得它很民主怎么样？可是美国涉外的时候，我认为非常有纪律，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完全听政府的，因为他们对外是一个阵线，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值得学习。美国这个讲穿了叫 bipartisan， 就是说两党政治，尤其对外一定是听你现任的这个总统的。所以我觉得没有行政部门的同意基本上地方官员还有这些参众员是不会跟我们的侯友宜见面的。因为罗森伯格表演的真的也是够明显了那他上次你记不记得他不去接机？接不接机的问题在哪里？倒不是你是不是候选人的问题，而是赖清德是以副总统的名义去是这过去的惯例，只要是总统副总统，哪一次 AIT 的主席不去接机呢？所以他那次就是硬是不接。那他本来是没有必要去接这个侯友，本来就没有必要。是那可是问题，他参加侨宴这种表现事实上我觉得这个立场已经讲得很显现，因为我们看外交有时候看肢体语言的这 body language 太清楚了而且全程在场。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像这个普瑞泽、葛莱仪还有这个何瑞恩其实当然何瑞恩比较资浅一点，可是他是美国国务院出身的，是他以前在台湾协调处里面做科员，那时候我就跟他就认识他了，后来他到智库发展了。可是普瑞泽跟葛莱仪在华府有个名称，他们就是说 Old China Hand，就是说他们是处理中国相关事务的老手，对，那是这一方面的 opinion leader， 是舆论领袖公开推崇
侯友宜，这个是过去非常少见的。而且你知道普瑞泽他是民主党的，他 Brookings Institution 是民主党的智库哈，他过去是索拉兹，对，我们比较年长，你要知道索拉兹在台湾这个，尤其民进党在争取这个权力的时候，索拉兹是当时民进党很重要一个海外的元老。那普瑞泽是索拉兹的助理啊，当然他本身的学历显赫啊，后来他就进入了学界哈，也做过 AIT 的理事主席啊，那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谨的学者。那既然这种表态，那葛莱仪更不要讲了。我认为葛莱仪在这种场合表态哈，出乎我意料之外。可见我觉得美国哈基本上哈所谓的心有所属哈，在这次侯友宜的访问中哈，已经溢于言表了。好，但是呢，我们其实也想知道，就是在这个大选年的时候，美中之间的关系会不会对我们有所影响？好，原因是因为现在看到了，本来以为王毅跟苏立文，现在王毅有没有可能再见他们的高层官员？结果发现是苏立文飞过去这边帮他们来见他。好，那两个人说台湾议题谈最久，但是呢，不免俗的，你又看到密利他们开始在讨论美军还有解放军之间军力比较的问题。不过，来请教一下立正杰将军，我们就想问，美军军力有可能是一架 F-35B 从空中，然后呢，飞机失事之后完全找不到，必须要发 Twitter， 大家才能够协寻这架飞机吗？我先讲一下这架飞机哈，大家就会比较了解了。但我们不要用开玩笑的语气，我想说用科学的方式来说，我们要知道现在一架战机它只有一个飞行员。他要处理的事情非常非常繁多，他除了要控制驾驶这架飞机之外，他要控制武器系统，他要雷达或者是友军的资讯全部要到这架飞机上面来，所以现在飞机几乎都是用电脑在操作的。那 F-35现在这一批的电脑这个系统叫做 TR2，那它准备要升级到 TR3。但是在这个升级过程之中，它跟这个飞机操控 TR3啊，它现在最新的这种操控系统跟这个 TR2飞机还是没有办法整合的很好。那现在最明显的就是美国F-35有卖给比利时2架，首架2架，这2架飞机比利时说不要，他说你卖给我的还是旧款的 TR2，我要的是 TR3，但 TR3它现在还没有整合好，所以说比利时就没有办法接受。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其实这个飞机公司是按照条约赔款给这个比利时的军方。那我特别讲这个就是现在飞机包括民航机，我们经常看到民航机说失事，都会发生一种什么状况呢？就是人跟电脑在对抗。然后人如果对抗输电脑的话，很可能这架飞机它就不管是它的动力推力不足啊，或者爬升力不够啊，或怎么样就失事。后来经过调查，很多飞机失事都是人跟因为误触一个开关，造成人跟电脑在对抗。那这战机也是一样，我研判这架 TR3会失事是怎么样？通常战机出去它不会只有一架在飞，它一定是2架并着飞，主机跟僚机嘛。所以如果说一旦飞机这个出事的话，另外一架一定知道它失事的地点，它怎么可能说找不到，不晓得它失事在哪里？那我个人的研判，如果按照这样子来看的话，很可能这个飞机就是失事以后，飞行员跳伞以后，这架飞机因为它电脑还在操控，它可能自己还飞了一段的距离，然后可能飞到什么地方去不知道，然后到什么地方才失事才坠毁。在这种状况之下，你可能就不是在出事地点跳伞那个地方出事，可能他自己又飞了一段距离，因为现在都是电脑操控。这是我唯一想到说可能会发生的方式。但是所以密利讲这一块，我觉得是。我们台湾媒体报道经常只挑对自己有利的来报道，说是中共武力攻台将犯严重的战略错误。但密利前面讲那句话，他没有用比较大的标题写出来。密利前面讲的是什么呢？如果美军停滞不前的话，中国将会在今年的本世纪中期超越美军，然后将美国在亚洲地区的不管是军事或外交的这种干涉权驱逐出去。所以也就是说，美军密利讲这句话，就是说你美军必须要继续停滞向前，不然的话，美国的军力将会在本世纪中期被中国超越过。那同样这么密利接受 CNN 的这个访问来讲的话，那我觉得台湾媒体的报道只挑自己对自己有利的这句话来讲，而前面那段话他并没有讲。那美军现在我们来看，他有没有可能停滞不前呢？我觉得可能性很大。第一个，我们目前昨天的讯息，最新的讯息是。美军的造舰速度
几乎是中国已经是美军造舰速度的200倍，这是绝对可信的。因为美国海军它的航母，它现在在拆的那艘航母啊的核子航母，总共要拆16年，而且到现在2017年除役到现在趴在那里还没有拆，所以它的造舰速度本来就真的是我研判确实如这个报界所报道的，它的造舰速度可能远远落后于美国。在这种状况下，它可不可以在今年中期继续停滞？不要停滞，继续向前，其实是打上一个很大一个问号。是，那请教一下奎博老师，你怎么样来看？因为呢，在最近这个大选年的期间，那当然侯友宜的访美，大家在问是有没有一些访美的红利之外，中美之间的关系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好，我很快先谈一下侯友宜在美国目前的这个行程啊。我很同意刚这个前面提到的，就是美国对侯友宜的这个款待的态度或层级啊，绝对不会输给赖清德，甚至还超过一点点。就拿这个乔宴的这个安排来讲好了，新闻标题也写得很清楚了嘛。这个罗森伯格 AIT 的理事主席陪着侯友宜去乔宴，而且从头吃到尾在一起离开。那赖清德的话，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罗森伯格最后是在旧金山见了赖清德，然后陪了赖清德一起去乔宴的地点。但是有没有从头吃到尾呢？我稍微看了一下过去的新闻，我是没有看到啦。所以他应该是有陪赖清德去，但是是不是从头吃到尾，我个人是比较怀疑啊。因为如果有的话，应该当时也是这样会操作一波新闻。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对于侯友宜的态度就是你的政策让我放心，那我对你的态度绝对不会差。那如果你的政策让我疑心，那请你好好表现给我看，你说到会不会做到？所以我觉得这是赖清德目前现在遇到比较大的挑战，就是你可以看他从投书外媒，然后到美国去这个过境访问，或者在台湾发表说希望以台湾总统身份走进白宫等等的，一直向美国交心。可是交到最后呢，美国到现在对赖清德的态度还是一个问号。所以我觉得赖清德当然了，这个1月才投票啊。所以赖清德还有几个月可以去修正他过去所谓务实台独工作者的路线，可是他的修正，选前说的跟选后到底会不会很接近，我就不知道。那当然了，中美关系绝对影响两岸关系，我只能说，目前看起来，王毅跟苏立文谈了那么久，绝对是想要在明年的选前，大家可以把台湾怎么样处理对台湾的关系，把它讲清楚。不要造成误判，所以我们能够得到多少资讯不知道，但是我们只能知道，我们追求稳定，对于美国跟中国大陆来讲，都是目前最好的选择。好，美中之间的关系，大家担心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彼此之间对话，到底台湾你们谈了什么？毕竟你们已经讲了台湾问题谈最久啊，那台湾人这个当事人当然就会很想知道里头的内容。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回来则要看看在科技领域美中之间的对杠。